70岁爷爷意外收留20岁流浪女孩，但他只是个靠低保生活的老酒鬼。此刻他却觉得人生失去意义，他想一走了之，麻溜地安排好后事，穿上一身新衣服，准备一调解千愁。可忽然看到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曾经也是一表人才，他毅然决定要体面的去世。于是拿上棺材本，来到一家高端理发店，不料店员长毛是个势利眼，嫌他消费不起。这下老登急了，把长毛的亲戚挨个问候了一遍，然后纷纷离开。没成想托尼老师闪亮登场，老人家请您消消气，他是新来的不懂事，尊贵的客人里面请。可托尼老师善意提醒老登，我们这里要办卡才能享受 VIP， 得先充8888元。老登表示不差钱，务必给我整个帅气发型，放心，老爷子保证让你重返18岁。此时长毛还贴心的送来伏特加，老登一听酒是免费的，便可劲儿喝了起来。紧接着托尼老师正式开始工作。一瓶酒的功夫过后，糟老头瞬间变成了帅大爷，这下终于可以安心上路。可不料第二天，老登依然活着，家里还有许多美食，可昨晚断片了，只记得晕乎乎的离开理发店，然后就去了酒吧，一口气喝了20杯深水炸弹，然后就扶了起来。没想到自己一身好酒，临终前也能喝个痛快。老登忍不住还吟诗一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老登实在记不起后面的事，应该没干出格的事吧？可意外的是，忽然惊现一只手，吓得老登赶紧跑出去吃降压药。更没想到的是，一名妙龄女子缓缓走了出来，还热情地打招呼。老登吓懵了，赶忙问她是谁。Я Лиза. Лиза? 你可真行，你说自己名字叫哈姆雷登。老登隐约想起了一点。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老登以前是个演员，还会5种外语。他用自己的才华吸引了丽莎的注意，他主动上前搭话，老登很开心，原来糟老头子还这么受欢迎。他决定开瓶香槟庆祝。Нет, не так. Шампанского! 女孩再次帮他回忆，昨天你喝多了，是我把你送到这里，但你倒头就睡，啥也没发生。老登长舒一口气，可更夸张的还在后面。你说自己是欧洲的一位落难王子，还被亲兄弟陷害，在外面漂泊了很久，后来终于杀回去复仇，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然后看淡人生，开始环游世界。你还说要娶我做王妃，闺蜜劝我别被骗了，可我又不是小女孩。再说这么离谱的故事，一般人也编不出来，所以我信了。老登听完自己都不信，赶紧让丽莎坐下。姑娘，我要诚挚地向你道歉，昨天真的是喝多了，我说的一切都是瞎编的。可丽莎不信，我知道贵族都喜欢装低调，可眼看老头一脸真诚，丽莎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女孩快崩溃了，老登瑟瑟发抖。看啥看？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Я только знаю, где вот это, вот он. 丽莎气得把海报撕成碎片，这可是老登唯一的念想。别废话了，赶紧给我叫辆车。可两人刚出门，发现一辆豪车停在门口，司机还守了一夜。老登这才想起来，昨晚租了辆车，一路策马奔腾，到家就完全断片了。老板，车钱还没给呢。丽莎一脸无语。Давай плати уже, миллионер из трущоб. А то реально в полицию поедем. 顺便把我送回家，车钱算大爷头上。老登无奈掏出仅剩的零车钱，目送丽莎离开。Чмоки в щеки. 丽莎是个月光族，这天房租也到期了，她想跟朋友借点钱，可联系了所有圈中小姐妹，大家都用各种理由推脱，最后1分钱也没借到。这天晚上，丽莎无奈只好低头来求助老登，没想到老头不搭理她。老登不由分说赶走了她，丽莎气得拿起高跟鞋就砸了过去。女孩一瘸一拐走出门，在大雨滂沱中欲哭无泪，可下一秒惊现一双鞋。可第二天一早，女孩很郁闷，混迹江湖20年，竟落得寄人篱下的地步，无奈联系之前追过她的富二代，可没成想富二代已经把她拉黑。丽莎出门找大爷，没想到发现了新大陆。这房子太漂亮了，爷爷到底是什么来路？老登解释房子是他好友的，他们已经出国定居，自己只是帮忙看管。可下一秒，丽莎却在豪宅里洗澡。老登急了，这是别人的家，小姑娘太没礼貌，你再不出来我就去拉水闸。不料丽莎直接冲了出来，老登瞬间眼冒金星，赶紧回去找降压药。可丽莎觉得不就洗个澡吗？你的朋友应该没这么小气吧？丽莎不仅穿上了主人的浴袍，还喝上了咖啡。老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反正你朋友不在，这么好的房子不住人，还真有点浪费。姑娘，你这样是胡闹，小时候父母没有教过你吗？别人的东西不能拿，而且要尊重老人。小时候确实学了很多，但现实教我更多。Потому что весь смысл жизни в бабках. А у тебя в чем? В том, что человек отличает от животного. В принципах и моральных ценностях. 可丽莎觉得说的比唱的好听，那你前天为啥还要假扮土豪呢？所以我为此感到耻辱，但你没有。两人再次不欢而散。丽莎转头来到健身房，可
可好巧不巧，碰到了几个小姐妹。女孩们解释昨天手机突然没电了，我们都很担心你。大家都知道你已经身无分文，可丽莎还想打肿脸充胖子，吹牛说自己已经住上了豪宅，自己的表就是个大老板。她在欧洲做生意，这几天刚好回家住几天。她说要把房子送我，那里还有个大花园。当时连我自己都不信，丽莎还煞有其事地跟闺蜜们展示，这下小姐妹们可羡慕了，赶紧巴结丽莎，啥时候带咱几个去见见世面？对了，刚好明天有个名流聚会，你舅舅肯定会去吧？到时介绍下。可另一边老登还在忙着领低保，今天养老院还有福利活动，60岁以上老人就可以免费吃喝。老登吃饱喝足回家，没成想丽莎等在家门口，你又想整啥幺蛾子？千万别再霍霍我了。可刚进门，老登发现桌上有束鲜花，屋子也收拾得整整齐齐，连心爱的海报也恢复原样。老头于心不忍，便让丽莎先进门。丽莎给老登做了一桌好吃的，老头觉得女孩厨艺不错，都是跟我奶奶学的。老登让她有事说事，丽莎一边诚挚的道歉，一边又是一顿猛夸：爷爷你不仅有文化，还是个优秀的演员，像我这么聪明的人都被你骗了。那天我真以为你是亿万富豪。老登也觉得过意不去，答应丽莎可以让她再借宿一宿。丽莎顺水推舟，请老登好人做到底。明天有个名流聚会，能不能帮忙扮演下我的富豪舅舅，给我撑撑场面？我已经计划周密，只要配合下表演就行。这次合作成功以后，我保证再也不会来烦你。老登无奈英语，老登用流利的法语成功骗过安保，可他意外听到富豪之间的对话，都在谈论如何剥削劳苦大众。丽莎过来把他叫走，假装偶遇老秃，还热情地介绍自己的富豪舅舅。老登很配合，可老秃一脸不屑。更意外的是，老秃已经有了女友。丽莎略显失落，她偷偷叫走胖姑娘，可万万没想到，紧接着一声尖叫，2个女孩纷纷落水。老登懵了，女娃是真虎，富豪的嘴脸也是真丑陋。可第二天丽莎惊了，老登正惬意地享受朋友的豪宅，他决定接受这荣华富贵，反正富人所得的一切都是靠压榨穷人，咱们现在要翻身农奴做主人，好好的潇洒一回。我昨天听了富豪们的谈话，三观都快震碎，他们赚的钱没几个是干净的，拿着百姓的钱大吃大喝。而我是谁？我就是平头老百姓，我完全有权利享用所有这些东西。丽莎觉得完全没毛病，爷孙俩彻底悟了。整得跟皇宫似的，老登兴奋地跑上楼，没想到丽莎已经抢先一步。你是骑着扫把飞上来的吗？因为有电梯啊！老登惊了，有钱人的世界真搞不懂，普通人开灯都怕费电，这家伙3层楼还造个电梯，上面是书房和阁楼，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下看书，一定是件惬意的事情。可没成想书是假的，房间里有天文望远镜，还有数不清的昂贵化妆品。两人玩嗨了，现在开始选房间，一人分1层吧。从没睡过这么舒服的大床，不仅有台球室，还有火腿酒窖，感觉人生巅峰也不过如此。发个抖音估计肯定能破万赞。晚上夜深人静，老登又开始朗诵莎翁的至理名言：一个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作吃吃睡睡，那他只能算个庸人。老登吃着鱼子酱，喝着82年茅台，痛斥富人的奢华生活。丽莎表示那个富二代老秃还有游艇。老登一听来劲了，两人乔装打扮来到码头，开始在上面涂鸦。可写点啥呢？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老登训斥丽莎这么简单一句话，还写了3个错别字。丽莎想重新写一遍，可老登觉得这样挺好，一看就是文盲写的。正聊着，没想到老秃忽然杀到，两人赶紧躲起来。原来老秃带着胖妞来欣赏游艇。丽莎意外发现旁边有1箱鱼，嘿，给你吃条鱼。胖妞懵了，以为是老秃想吃鱼了。更意外的是，老登发现了老秃藏钱的地方。等老秃走后，两人顺利拿走了美刀。丽莎想瓜分这些美刀，可老登决定把钱捐给养老院或者孤儿院。可丽莎觉得分到孩子手上，可能只剩下了棒棒糖，那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我会考察以后去捐献的。没成想第2天两人又不欢而散。丽莎匆匆告别老登，原来她半夜偷偷拿走了美刀，乐呵呵的准备去市中心租套公寓。可万万没想到，姜是老的辣，老登早就提前把美刀换成了报纸。丽莎厚着脸皮又回来，忘了我还没吃早餐。老登让她吃完早餐赶紧走，可丽莎赖着不肯走。更意外的是，老登刚想把行李扔出去，可哭哧一声，老头倒地不起了。幸好没有大碍，不料医生建议生活要保持节制，特别像你们这种家庭情况。老登刚想解释，可丽莎表示得听医嘱，夫妻生活该节制就得节制。老登很尴尬，责怪丽莎胡说八道，不就开个玩笑吗？我还好心背你来医院。糟老头子没有一点幽默感，不仅古板穿的也寒酸，一件 T 恤能穿几10年。你不是准备邀请朋友来家做客吗？人靠衣装马靠鞍，得有几件像样衣服，顺道给我自己也整2件。老登终于同意丽莎的建议，可挑了半天都不满意，最后终于挑了件合适的。这才是我老登该有的气质啊！导购可劲儿夸老爷子长得像梅西，小姑娘有眼光，就你家买了。А можно мне еще сумочку? Ради бога. 更惊喜的是，第2天朋友们都羡慕不已，
特别是老登的前女友大莎，这登登是啥时候富起来的？不会是咱来错地方了吧？下一秒，老登闪亮登场。Друзья мои, ну наконец-то! Как же я рад вас всех видеть! 气质这块拿捏的死死的，老友们原来其实都看不起他，嫌他是个穷光棍，这下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走了半小时，终于到了大门。登登，这真的是你的房子吗？这充其量就是个小平房，澳洲那边8000平米的豪宅才是我的家。更意外的是，此刻丽莎优雅登场。所有人都震惊了，这是仙女下凡了呀！给大伙隆重介绍下，这是我的小甜心丽莎。Добрый день.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Лиза, а это мои друзья-коллеги. Любимый, ну что же ты не предупредил, что у нас сегодня гость? Прости, душа моя. Запамятовал. Но ты же сама отпустила прислугу. Ну, иногда хочется побыть вдвоем. Вы же понимаете. Дайте мне 5 минут, я вас всех жду к столу. Лизонька. 饭桌上，老登侃侃而谈，老同事们一顿溜须拍马。可突然，老登的电话响了，原来是发低保的工作人员来了。老登一听，撒腿就跑。可穿得这么奢华，人家肯定也不给低保啊。更没想到，工作人员已经堵在了门口。还好老当益壮，一顿操作猛如虎。可发低保的大姐不耐烦了，赶紧让同事进去瞅瞅例行检查，请出示下身份证。可好巧不巧，身份证落在了豪宅，老登又得噔噔噔往回跑。这一天可太忙了。更没想到的是，电话又突然响起，丽莎让他赶紧回来，家里乱了套。原来是老同事喝多了发酒疯呢。老登眼疾手快，咔咔就把老头制服。老登着急忙慌赶回家，看到发低保的还没走，立马就给自己浇了一桶水。这是治疗高血压的土方法，也是为了省点钱。这下顺利领到了低保。可回家望着恩师的照片，老登觉得最近确实有点飘，得沉下心来好好思考，究竟自己想要的是什么。Прости, учитель. 老登决定有钱了还是得多做善事，他把大部分抢来的钱捐给了养老院，就当是劫富济贫了。丽莎哭得稀里哗啦，院长表示能拥有这样一位好妻子，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第二天，老登正忙着算账，丽莎想拿点钱去加个油，可老登不同意，拿钱可以，你得劳动所得，把家里卫生搞一下，小姑娘不能好吃懒做。丽莎无奈开始干活，幸好家里有扫地机器人。Давай, мой дорогой, давай, мой хороший, работай. 咱先出去溜达一圈。更没想到的是，老登一进门就被机器人撞翻。等丽莎玩嗨了回家，却被堵在门口，不做家务就给我走人，我这里不需要寄生虫。丽莎无奈请求老登原谅，明天一定认真打扫。果然，第二天丽莎全身武装，精神抖擞开始干活。可让丽莎意外的是，老登准备去摆地摊，临走前叮嘱丽莎今天别出门。下午2点有人来修热水器，可丽莎等到2点不见人，立马就冲了出去，直到半夜才回家，发现行李又被丢到了门外。老爹快开门，我让你等水暖宫，你又跑出去喊。我等到了2点了，人家是2点10分到的，那应该怪人家不守时。老登不想听他狡辩，让他今天就睡外面，随便你去哪嗨。可下一秒，老爹无语了。第二天，丽莎精心打扮，前去参加闺蜜老公的葬礼。没想到偶遇一位钻石王老五，恰好掉落老登送的《孙子兵法》。这年头这么有品位的姑娘可不多见，富豪瞬间对丽莎产生了好感。更意外的是，寡妇前一秒痛哭流涕，下一秒就玩嗨了。更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富豪竟主动邀约，女孩心花怒放，本以为美好的爱情即将开启，可意外的是这天晚上，富豪想跟她一起探讨《孙子兵法》，丽莎懵了，只能电话求助老登，能不能用几个字概括下《孙子兵法》？老登一脸无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核心思想大概就是这8个字，让你好好读书你不听。丽莎转头就去班门弄斧，没成想富豪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回家路上，恰好手机没电了，丽莎无奈拿起书，随手翻了几页，扉页写着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老爹很欣慰，夸他有进步，但有件事很抱歉，我好像把你电脑弄坏了。丽莎很生气，让老登赔钱。其实电脑只是没电了，可老登信以为真，剩余的等低保发下来分期付款。不料瞬间露馅，丽莎一脸鬼笑，原来他没坏，你这个女骗子，还钱！爷孙俩正闹着呢，不料电话突然响起，原来富豪再次邀约。丽莎小鹿乱撞，满口答应赴约，本以为终于修成正果，可万万没想到，富豪竟是个斯文败类，开上捷豹就翻脸不认人，还委托司机跟女孩分手。
妥妥的渣男本渣。丽莎落寞的回家，老登一看这架势，肯定是失恋了，男人没一个好的。这观点不敢苟同。如果女人总是遇见渣男，那说明自身也有问题。丽莎气得一天没吃饭，老登意识到严重了，我并没有恶意，自己年轻时也犯了很多错，只是不想你再重蹈覆辙。爷孙俩来到湖边，丽莎表示内心很想找个普通人嫁了，可惜总遇不到，那是因为普通男人不会娶你这样的女人，你长得确实还过得去，但一开口就原形毕露。不强求学富五车，但至少得熟读《孙子兵法》，那真的是一本可以改变人生的好书。如果你信得过我70年的阅历，那我们一起努力逆袭，我帮你打造才女的人设。丽莎欣然接受。从这天起，老登带她学习科普知识，毕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努力了半个月，一到3年级的奥数题就把丽莎难住了。老登一脸无奈，才女这个人设确实有点草率了。你还有什么擅长的？我擅长刷抖音，勉强也算个特长吧。那我们就走娱乐文化路线。老登带她领略先锋艺术展、音乐会、画展、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一个不能少。反正脑子里得有真凭实学。期末还设置了考试环节，可丽莎想破了脑袋，还是没答出这幅画的名称和作者。老登终于放弃了这个人设，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机会，迟钝且温柔的家庭主妇，或许适合丽莎。可万万没想到，香肠是黑色的，鸡蛋是用刀砍的，熨斗是可以冒烟的。经历99、71难，终于有了进步，可以安全的烤完一条鱼。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总有一天可以闪闪发光。丽莎表示今天刚好有个机会，能否让自己去发光发热？可老登觉得不能让自己成为鱼，还是要变成渔夫。真正的渔夫得先计划钓什么鱼，然后决定用什么钩子。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列个名单吗？ Так нормально, нельзя было толковать. Целый день мне мозг парит. Рыба какая-то, какие-то головастики, натрий-хлор. Нормальным языком нельзя общаться. Что за человек такой вообще? 按照老登的计划，丽莎罗列了所有鱼群目标，每一条都是大鱼。那具体咋选呢？首先排除已婚男人，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之上，这是第一原则。然后淘汰60岁以上的，当有钱寡妇不挺好吗？就凭你的智商，遗产能抢过别人吗？不到30的不够成熟也排除，最终只剩下一位合适人选。小盖32岁，单身未婚，无不良嗜好，就他了。两人主动出击，这是我女儿丽莎。老登一个劲介绍女儿的优点，可万万没想到，小盖想跟老登单独交流下，还邀请他去家里坐坐。更让老登蒙圈的是，突然又杀出个程咬金。Это он? Алёша, что ты тут делаешь? Ты же не собирался идти. Не заговаривай мне зубы. Это он? Я теперь понимаю, откуда взялся седой волос на нашей подушке. Заткнись! 老登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揍，最可气的是，刚花2万的烤瓷牙也打掉了。一旁的牙医见缝插针，赶紧递上名片。回家后，丽莎忍不住感慨，没想到自己混迹江湖20年，魅力却比不上一个70岁糟老头。Так, еще одно слово. Да все, я молчу. 老登通过严谨的科学分析，觉得牙医很合适。А тебе? 第2天，老登带丽莎去看牙医，可女孩从小害怕拔牙，这是眼神触电的绝佳机会，必须好好把握。丽莎瑟瑟发抖，牙医开始全方位检查。另一边，老登溜进办公室，发现牙医不仅是个隐形富豪，还是个爱狗人士。老头灵机一动，出门就让丽莎去买狗。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现在就去把狗带回来。可丽莎刚到宠物店，懵逼了，这哪里是宠物狗，简直就是宠物马。这下不知道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幸好一切都在计划内。牙医一脸惊喜，彼此有共同的爱好，真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对啊，我已经养了20年狗狗。不料下一秒，这下惊喜变成了惊吓，丽莎一脸狼狈的回家，责怪老登不靠谱。我在草丛里追了2个小时的狗。Хватит мне уже дочкать! Тоже мне папаша нашелся. Заведи себе дочку, вот ей дочка, окей? 老登低头无语，默默回到老屋。丽莎也意识到自己说话过分了，开始认真抄写老登布置的作业，一首关于父亲的散文诗。Мы не пойдем в забытые места, где мы когда-то счастливы бывали. Увидеть нам захочется едва ли, какая там сегодня пустота. И, видимо, пора не замечать подъездов тех распахнутые пасти. Уж лучше мы заварим крепкий чай температуры прежней нашей страсти. 老登转头求助丽莎，能帮忙在网上发寻人启事吗？隔天，丽莎终于把宠物马驯服，跟牙医的交流也越来越融洽。可下一秒，一边忙着约会，一边忙着寻找妻女。可
可这天老登又开始出谋划策，别每次都答应出去约会。丽莎不理解老登的做法，你得观察他是否能够承受折磨和煎熬，就跟钓鱼似的，大鱼上钩后可不能马上拉起来，那线就容易扯断。你读过《老人与海》吗？讲的就是一个人和鱼整整斗争了7天。正聊着呢，牙医又来电话，老登一把夺过电话，跟牙医热乎的聊了起来。牙医担心丽莎出事，给他打了10个电话都没人接。老登一本正经的解释，女儿这2天一直待在房间，说是突然有了写作灵感，我担心这丫头是不是恋爱了，毕竟爱情可以产生巨大的魔力。在老登的神助攻下，丽莎用小伎俩再次和牙医邂逅。老登让丽莎注意聊天方式，千万不要开无脑的玩笑，内容尽量说得深奥些，对方听不懂就会觉得你有文化。Это подрыв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ротив разума и морали, а не просто шуточки отдельных умников. 牙医彻底被才女丽莎折服，可意外的是，寡妇闺蜜突然出现，丽莎无奈只好解释是自己的作家朋友。闺蜜两眼放光，丽莎把她拉到一旁，让她赶紧走。可好巧不巧，牙医邀请他们去 VIP 包厢看演出，闺蜜满口答应，别紧张，只是看看演出，我从没坐过包厢。幸好闺蜜没有整出幺蛾子。可结束后，牙医想邀请2位去吃夜宵，可老登吩咐过不能同意，第一次约会得留下些许遗憾。丽莎借口说老爹身体抱恙，得赶回去照顾父亲，要么改明天。可牙医表示明天就要飞迈阿密参加学术交流会，闺蜜一听迈阿密老激动了，牙医无奈表示只能下次再聚，先送你回家吧。可老爹吩咐过，这也不能答应。А меня подвезите. У меня нет больного папы, вечер только начинается. Прекрасно. Прошу. 此刻丽莎想死的心都有，更气的是闺蜜跟着牙医去了迈阿密，更没想到的是第2天丽莎竟躺在荒郊野外。丽莎一脸懵逼，此刻老登突然从玉米地里窜出来，昨晚你喝大了，然后就躺在了车里，今天带你去旅游散散心。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个服务区，老登让她去店里换身衣服，自己去给孙女买点礼物。原来昨天老登在网上找到了女儿，刚好孙女今天结婚，可丽莎刚换完衣服出来就被卡车司机狗蛋缠上，不仅替她买了单，还热情的要送她去村里。丽莎婉言谢绝，可狗蛋得寸进尺，拿开你的猪蹄，美女好歹留个电话吧。下一秒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Уехали! Да поехали! 得亏丽莎是个跑步健将，一溜烟跑了。老登一脸蒙圈，丽莎解释又撞见个渣男，爷孙俩继续一路向西。几小时后到了加油站，丽莎饿了想先去买点吃的，可万万没想到又遇见了狗蛋。丽莎吓得撒腿就跑，醋溜一下上车，36计跑为上计。可狗蛋也不消停，立马跳上卡车追了出去。可另一边老登刚从厕所出来，傻了，这人咋丢了？丽莎慌不择路，狗蛋紧追不舍。丽莎叫老爹赶紧醒醒，后面有人追杀，这才发现人不见了。更无语的是，刚忘记加油，油箱已经见底。实在没辙了，只能靠边停车，赶紧寻找战斗武器。可狗蛋拎个小包，已经虎视眈眈地杀过来。小姑娘，你可真能跑。Ты что, место для встречи поромантичнее искала, что ли? Не подходи! Да ладно тебе, я не кусаюсь. Считай до 3! 3! Ты что, больная? Ты что творишь? Так тебе и надо! Будешь знать, как за бедными девушками гоняться, маньячела! Я тебе косметичку хотел вернуть. 原来只是个误会。此刻老登终于蹬着3轮赶到，二话不说抄起家伙，径直冲了过来。你给我放开他！丽莎赶忙解释误会了，狗蛋是个好人。爷孙俩好不容易到了村里，老登打算先去看望下女儿，可他只敢远远观望，实在没有脸面见他，只能默默躲在墙边。老登终于鼓起勇气，想跟女儿说句话，可女儿已经离开，刚想走，碰巧遇见了自己的发小。老哥激动的热烈拥抱，还要带老登一起去嗨皮。另一边丽莎也没闲着，在公园偶遇同龄小伙，意外发现还有共同的音乐爱好。这一晚爷孙俩都玩嗨了。第2天2人一觉睡到下午，紧赶慢赶，还好赶上了孙女的婚礼。可家人并不认识老登，老爷子独自喝了1天闷酒，终于鼓起勇气上台，开始了自我介绍。我的妻子早已过世，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更不是个好爷爷。但今天孙女结婚，我真的特别开心。可台下女婿不乐意了，哪来胡说八道的糟老头？谁让你上去乱发言了？2人借着酒劲儿打了起来。第2天一早，老登衣衫褴褛的在郊外醒来，昨晚他断片了。2人回到豪宅，老登意外发现丽莎有歌唱天赋，决心让她进军娱乐圈。可丽莎觉得娱乐圈可不好混，老登让她别担心，一切包在她身上。老登带她去以前工作过的歌舞剧团，约好了顶级声乐老师，也是自己的老同事老情人。可丽莎刚唱2句，老情人转头就走了。老登急了，请老情人不要夹杂私人感情，希望能帮丽莎。虽然年轻时自己确实是个渣男，老情人无奈表示帮小姑娘可以，但你得替我服务。老登一听懵了，啥服务？今晚8点我在家等你，但愿你还没有忘记我家地址。老登彻底懵逼，半截身子即将入土，难道是让我重出江湖吗？洗完澡，喷香香，穿上帅气西装，按响了老情人家的门。来就来呗，咋这么客气？还杵门口干啥？赶紧进来。经过简单寒暄，老登默默走进浴室准备洗澡。这下老情人懵逼了，我叫你来通下水道，又不是让你来洗澡。老登只能尴尬的解释，不想把衣服弄脏。第2天，丽莎开始接受系统专业的培训。
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成功晋级好声音总决赛。Бонсуар, я твоя самота. Ну хочеш, я тебе обійму. 可另一边，老登却被检查出心脏有严重问题，必须马上做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但手术费起码得50万欧。丽莎为了救老登，委身嫁给了牙医。老登终于渡过难关。可意外的是，豪宅主人回来了，把老登告上了法庭，他被判了半年监禁。故事最后，老登女儿终于和父亲相认，丽莎也痛改前非，跟牙医离婚后，全职做了一名歌手，找了一位普通小伙，过上了简单而美好的新生活。